听见你说，打野看长焦，没有潜望，苹果被抽陀螺。南厂 vivo 似乎已经不满足用潜望抽其他厂商的陀螺了。200 Ultra 的发布会配备了1299元起的长焦增距套装，就成了数码圈的热门话题。毕竟是要做微单的男人，没点金刚钻还不敢揽这瓷器活。有拿去打鸟的，也有拿去拍演唱会的。你比如我啊，上次我就拿它去拍了陈小春的演唱会，拿着这家伙回头率老高了。手机的外设确实给一些用户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是花1000多买一部手机专属的外置长焦，到底值不值？其实 vivo 在发布这款手机专属的200定之前，市面上已经有不少的外置长焦镜头，价格呢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原则上不挑机型。我们在某宝上找来了3款平替，分别是99元的 A、119元的 B、168元的 C。它们能作为尊贵的 vivo X200 Ultra 机主的蔡司2.35倍长焦增距镜套装的平替吗？本视频只做测试体验，不带货。就镜头本身来说，蔡司是最有分量的，镜头基本上都是金属，玳瑁重量是208克，基本上等于一部手机的重量。镜头上写着2.35倍 Tenifol，2.35倍长焦。这个蔡司在不魔改的前提下，只能装长焦上，长焦是85毫米焦距，2.35乘以85约等于200，所以说调侃它是200定。镜头 A 中间这部分以及上面的这一部分是金属的，其他都是塑料。整体呢轻很多，称了一下，玳瑁重量96克，约等于0.46菜。镜头上的文字是22倍 Tenifol Lens，22倍长焦镜头，但这22倍只是理论上的最高值，对准之后我们要回拧调清晰，镜头就缩回去。镜头 B 和 A 是一个商家买的，全塑料。就镜头本身质感啊，像是学龄儿童的望远镜的玩具。玳瑁重量100克，约等于0.48菜。镜头上的文字是36倍 Mobile Tenifol Lens，36倍移动长焦镜头，36这个倍数也只是它的理论最高值，和 A 一样啊，对准之后要回拧调清晰，镜头就会缩回去。镜头 C 长得像个水管，两头大小都差不多，虽然它也是塑料，但是比前面2款要重一些。玳瑁重量163克，约等于0.78菜。镜头上的文字左拧10倍，右拧300倍，它的形态是最丰富的，启动超级变换形态，全拧开长这个样子。当然，它拍照也不是要全部都打开，也是需要回拧调清晰的。配件方面，先看 A， 一个手机夹子，一个镜头夹子，一个手持支架，一个这是眼罩，看样子确实可以当望远镜，还有一个收纳包。卡扣接口是金属的，滑块还行，滑动呢有点阻尼感，但也不是特别紧。这支架看起来有点廉价。快速安装，调清晰，有一点暗角，放大。这个属于试调，确定拍摄对象后，我们还得重新调。接下来看 B， 也是一个手机夹子，一个镜头夹子，一个同款的廉价支架，一个收纳包，一个大一点的眼罩。卡扣接口怎么变塑料了？滑块呢有点松。安装过程和 A 一样，试调清晰度，从相机界面看，比较清晰。最后我们来看 C， 只有一个可以装镜头的袋子，一个装手机的夹子。夹子后边呢有漏了孔的勺子，勺子固定镜头，所以它没有夹镜头的夹子了。一个这种支架，一个可伸缩的落地支架，支架底部呢有一个蓝牙遥控器，镜头这里呢有个螺孔，用来固定支架的旋转。看画面呢也慢慢的变清晰了。安装最简单的还是蔡司，有个专属的手机壳，上面有个卡口，既然是微单，就叫它微口吧。对准卡口一扭就安装上了，无需调清晰，只用切换到长焦增距模式就行了。不要用其他的模式来变焦啊，方向是反的。A 镜头实拍，看着效果确实不咋地。再看 vivo X200 Ultra， 不使用外设，就靠它自身的一个变焦拍的。只能说前面装镜头装了个寂寞。最后再看一下原配蔡司拍的，
有一定的提升。3张照片放一起啊，左边这张照片就像是上世纪拍的，对比细节，原配不愧是原配。A 镜头在安装后，机身和衔接处是不怎么漏光的，贴合比较紧密，但拍摄出的画面给人感觉就是进光量不太足，高楼身处雾霾中，说明这个镜头本身透光性不太好，造成了拍摄的画面负提升。另外，使用镜头 A 的拍摄过程非常的陡，我们想办法将手固定在了栏杆上，赖不住镜头一直晃。而使用蔡司增距镜以及远镜头拍照都不怎么抖，防抖做的不好也会影响成片的效果。B 镜头实拍看着效果也不咋地，像是上世纪的地方志文献。对比不使用外摄以及使用专属的蔡司200定拍摄的中杯、大杯、超大杯，B 镜头拍的是最糊，中间手机本身拍摄的要比左边这张好很多，而蔡司200定整体更加通透，质感提升了一个档次。细节1000多块的东西，它确实有点东西。另外，镜头 B 配的这个夹镜头的夹子有点小，这里是漏光的，漏了光，画面自然要暗淡很多。拍摄的这个过程使用镜头 B 也明显比啥都不使用和使用专属蔡司200定更抖。C 镜头实拍，你看这效果黄不拉几的。对比不使用外摄以及使用专属的蔡司200定拍摄，肯定是蔡司200定拍得更好。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大家来对比这段文字，中间这张不使用外摄拍的溺水的溺，拍成了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东西。现在的手机拍照都会通过算法对画质进行修复。举一个大家都能感受的例子，不管你是什么手机，有时候拍照感觉拍快了没对上焦，快门后马上查看照片，但照片看起来还行，甚至照片会有一个从不清晰到清晰的过程，这就是算法在帮用户修复。大部分修复都挺智能的，但也有翻车的。你比如这个溺水的溺，就是修复翻车。另外，这个镜头虽然不是夹子去固定，但也有漏光。拍摄过程会有晃动，但没有 A 镜头、B 镜头那么明显。安装蔡司增距镜拍摄是最稳的，其次是啥都不安装。可能有些人发现了，3个镜头我们前面装的时候，视调阶段都用了脚架，为什么拍的时候反而不用呢？2方面原因。首先，它们的悬停角度不是无死角覆盖的，有些角度调好了，它会给你回弹。螺丝呢也是拧紧了的，支架质量不太行。C 镜头虽然还给了一个落地的支架，但承重能力不行架不稳要倒。其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拍摄环境，这确实是不好加支架。通过实测，这3组镜头确实不咋地，不能作为2.35倍长焦增距镜的平替，甚至它是负提升，比不上手机本身的长焦。或许市面上确实是有平替的产品，但花100块左右淘不太容易淘到宝。如果你是 vivo X200 Ultra 的用户，想去找平替，这里呢给大家几点建议，希望大家不要再走我们走过的弯路。第一，不要选那么大的倍数，它配套的一个长焦增距镜套装都只有2.35倍，大家也买个3倍左右的就行了。我们买的是20倍左右的，放85毫米的长焦上，拍不了那么远。大家可以看我们原模式拍的照片信息，都是1000毫米以上焦距的。通常我们把23毫米算作1倍，也就是说这3组照片至少都是40-50倍往上跑。第二，支架一定要牢固。第三方的外接长焦安装过后，通常都会比较晃，有一个牢固的支架特别重要。配套买的大多质量不太行，或者你问清楚质量。当然，你要是有闲置的什么大疆智云等专业的云台，也可以拿出来用。第三，注意一下组装镜头的方式，不管是夹子也好，还是勺子，都得保证装上后不漏光。你比如用夹子固定外接镜头的时候，夹子呢一定要够大，因为 X200 Ultra 的摄像头加机身这一块太厚了，夹子小呢它就是翘的，那肯定得漏光。我们在选产品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外接镜头还有定制机型的手机壳，安装过程呢就像我们装原配蔡司那样装，但价格嘛也要贵好几倍。当然了，这3个镜头也不算白买，虽然它们装在 vivo X200 Ultra 上不合适，但是装在其他手机的主摄上面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下期视频让大家看看没有潜望长焦的手机在装了外接长焦后有多大的提升。视频制作不易，还望各位给个3连支持一下，记得点赞关注哦。
拜。